这个柔弱的女子遭到男友的陷害，被抓进监狱，而这所监狱关押着的全都是女囚。女囚们每天受尽折磨，被监狱长以及狱警百般凌辱，最终和另外6名女囚犯一起逃出，一路上对男人对社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部日本剧情电影《第41号女囚房》。故事开始，这是一所女子监狱，可看押他们的狱警却都是男人。女囚们每天遭受各种折磨，稍有反抗就会关黑屋、淋水枪。在黑暗地牢中，一群男狱警正围在一名女囚身边，拿着高压水枪射向她。女囚连连哀嚎，男人们则爆发出一阵阵开心的狂笑。其实这名叫亚马的女囚并不是一般人，她的绰号叫做蝎子。从她的绰号就能看出，她是个心狠手辣之人。曾经2次越狱的她，是警方眼中的危险分子，也是女囚中的偶像级人物。她超强的意志和血腥的手段，无不令人惊心和发指，同时也激发着女囚们心中挣脱压制的欲望。她已经被关在地牢中整整1年了，直到监狱来了官员巡视，她才被带出来和大家一起举行欢迎仪式。仪式上，一些女囚被命令吹奏起欢快的乐曲，官员们满脸堆笑，口中说着让女囚们改邪归正的话，眼神却色眯眯的在她们身上游来游去。大家都明白，说是来巡查，实则是来挑选貌美如花的玩物。亚马也不例外，即便被典狱长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也会被架着来到官员面前，任由官员们挑选。就在典狱长得意洋洋地对官员们说自己已经把他们训得跟猫一样乖的时候，亚马猛然抬起头来，用暗藏的利器刺瞎了典狱长的右眼。那名官员被这一幕吓得瘫软在地，尿了裤子，引得女囚们哄堂大笑。他们似乎受到了亚马的鼓舞，蜂拥而上，想要扒掉那胆小鬼官员的裤子。直到狱警们朝天鸣枪，才结束了这混乱的场面。典狱长既瞎了只眼，又没了面子，这样的行为更让他对亚马恨之入骨，发誓要让他不得好死。典狱长为了惩罚这群女囚犯，让他们到深山中干苦力，而亚马在身后则被捆上一棵枯树，站在太阳底下暴晒。为了让他长记性，典狱长还派几名狱警将他羞辱了一番。这一幕让亲眼目睹的女囚们胆战心惊，大声哭喊。典狱长看到这一切，心中才愉快了些。1天的劳动过后，囚犯们被押送上车，准备返回监狱。车上一名人称男人婆的女囚对亚马发难，平日里这家伙就对亚马很不服气，眼看他被当众侮辱，想要落井下石，带着几人上前对亚马拳打脚踢，直到他昏死过去，才善罢甘休。听到动静，驾驶室内的2名狱警赶紧停下车来查看，其中一位用脚踢了踢亚马，见他没有丝毫反应，以为已经被打死，不料亚马突然暴起，用手上的铁链紧紧地勒住狱警的脖子，直至他断气。原来这不过是几名女囚合作演的一出好戏。另一名狱警持枪冲过来，被几名女囚联手打倒在地，枪也被男人婆抢了去。其他人望向亚马，等他发号施令，谁知凶狠的男人婆急不可耐，一下就要了这人的命。当典狱长带着大队人马赶到时，看到的只有2具尸体和熊熊燃烧的大火。此时女囚们正在矿山中疯狂逃亡。说来也巧，一行7人全都是因为男人而犯罪入狱，也算是惺惺相惜了。他们来到一个荒废的村子，发现了几条野狗，几人眼睛放光，密切配合将他们搞定，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将门吹开，门外隐约传来有人诵念经文的声音。几人好奇心大起，出门来看，一个老太太正拿着把刀端坐于地，口中念念有词，像极了《聊斋》里的场景。女囚们已在鬼门关走过无数次，并没有把她当回事儿，他们还茫然不知老太太所念的咒语已经预言了他们的命运。天亮后，女囚们继续逃亡，翻山越岭后看到一个小镇，那正是其中一个女人的家乡。她正高兴马上就能回家了，却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这个时候回家只能是自投罗网，于是他们继续赶路，藏身于一间荒废的木屋里。夜深人静，众人都沉沉睡去。家在附近的那个女人却按捺不住心情，悄悄摸下山去，回到家中抱着久违的儿子痛哭。可没过多久，警察就出现了，他们抓起孩子来要挟女人，说出其他同伙的藏身之处。女人无奈，只能带着1名警察上山去，另1名警察去招呼支援的队伍。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女人的行踪已经被警觉的亚马发现，藏在树后将去通风报信的警察擒获。小屋里，警察和几名女囚殊死搏斗，争夺过程中扣动了扳机，将1名女囚打死，警察最终也命丧当场。天亮后，一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正在山间行驶，被警察半路拦停，告诉他们附近有几名凶悍的女囚越狱。车里的几个男人却不以为然，轻浮地说遇到这些女人才好，女囚犯可都是些貌美如花的妖艳女子。他们不时发出狂笑，还对漂亮的女导游进行骚扰。没过多久，逃狱队伍中的1名女囚独自来河边方便，
不料遇到了在此休息的男游客。三人对视了一眼，立马默契地冲上前，将女囚摁在地上进行欺辱。残忍的暴行甚至让她没有了呼吸。三人害怕了，于是将她的尸体丢进水中后仓皇逃走。恰好其余同伴前来寻找，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开始疯狂地追击三个男人。逮住后将他们带回了大巴车上，亚马用匕首威胁司机继续前行。这下整整一车人都成了他们的人质。三个男人还被拖得精光，并遭到一顿暴揍。男人婆和其他女囚则喝着饮料放声大笑，不仅是对男人，女囚们还对女人，连同哭闹的孩子也厉声呵斥。突然前方出现了警察拦路，女囚们立马紧张了起来。男人婆竟然开始怀疑是亚麻走漏了消息，用枪托打掉了亚麻手中的刀，来到警察跟前，甚至将他踢下了车去。亚麻就这样落入了警察手中。其实男人婆是找借口以图牺牲亚麻保全自己。公路上警察设置了一处奇特的路障，一辆卡车上赫然站着2名老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正是逃亡队伍中一名女囚的家属。这名女囚陷入疯狂，挥刀上前，当即身中数弹而亡。枪声大作，车上的人乱作一团。司机突然夺下了男人婆手中的枪，男人婆眼疾手快，提起刀3下5除2就结果了他，然后自己开着车向警察冲过去。警察们吓得赶紧向两边躲闪，一路狂奔过后，大巴车油尽，停在了街角。警察紧接着赶来，并将大巴车团团围住。典狱长派亚马上前劝降，谁知亚马来到同伴面前却一言不发，对同伴们的狠心抛弃，他当然无法释怀。回到警察队伍里，他说车上的人质已经全死了，言外之意是告诉警察可以对女囚们动手了。警察相信了他的话，随即开始了强攻。男人婆将那3个男人推了下来，立刻被打成了蜂窝。在警方强大的火力下，女囚们陆续被击毙，只有受了伤的男人婆被生擒。典狱长悄悄下令，找个借口干掉亚马，手下心领神会。返程路上，狱警语气温和，让亚马下车休息，想要以逃跑为名将他射伤。正举枪瞄准亚马，一旁的男人婆突然冲出，死死地咬住这名警察的脖子不放。反应过来的亚马趁机抓起掉落在地的枪，将2名警察击毙。而良心发现的男人婆却因失血过多，最终死在了亚马的怀里。亚马独自走向城市，他并没有选择逃命。几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这天典狱长在路上遇到一名气质高贵的美女，走近一看，正是在逃犯亚马，不过他已经反应不及，死在了他的刀下。亚马算是为男人婆等同伴，也为自己报了血仇。这部上映于1972年的日本越野老电影名为《第41号女囚房》，带有强烈的控诉男权和反抗极权的色彩，也将人性之恶表露无遗。当7个女人终于逃离监狱，她们长久禁锢的情感顿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她们需要发泄，她们试图用刀和枪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心灵的消白和监狱的墨黑一样，都是那样的可怕。色彩的2个极端，人生的2个境界。也许用鲜血来调和它们是最合适的，至少能让我们感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它们犹如一把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引燃着自己，又吞噬着别人。角色的轮换，没有人感到任何的不适应。对于暴力的向往，早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深深埋下了种子。早在几个世纪之前，荀子就有了人性本恶的真知灼见，不是他真的火眼金睛，只不过他敢看清楚自己。最终的胜利属于亚马，他对于世间的一切罪恶早已处之泰然，即便是朋友的背叛，也没能让他有丝毫的惊慌。亚马好像什么也没有赢到，尊严、自由这些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也许重要的是他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好人，只不过邪恶的种子也有优劣之分，有的能枝繁叶茂，有的只能干瘪枯黄，仅此而已罢了。好了，电影到这就结束了，感兴趣的评论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